我为母校捐了200万建实验楼。剪彩那天，红布揭开，捐赠人上却赫然写着校董女婿的名字。校董还笑着拍我的肩：“年轻人需要机会，你名气够大了，这次就当提携后辈了吧。”我没有废话，当场拿起话筒说道：“这仪式停一下，我不捐了。”9月的风拂过腾大每一寸精心修剪的草坪，我站在新建实验楼前的临时主席台上，百感交集。记者们扛着长枪短炮，将镜头死死对准我。叶晨，28岁 ，AI 科技公司创始人，腾大最年轻的杰出校友。只因我捐赠200万，为物理学院建了这栋实验楼。校长站在我身侧，声音里满是压不住的激动和自豪。他正对着话筒，盛赞着捐赠人的慷慨与远见。下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的捐赠人与柳校董一起为实验楼揭牌。我深吸一口气，压抑着心头的激动，与身旁那位笑得像个弥勒佛的柳建国校董一同握住了红绸布的一角。红布缓缓滑落，金色的捐赠牌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我满怀期待地看过去，下一秒，我脸上的笑容僵住了。捐赠人韩征，我的大脑嗡的一声，一片空白。周遭的掌声、欢呼声、快门声都像潮水般退去，世界陷入一片死寂的耳鸣。韩征，柳建国的女婿，那个仗着岳父是校董，在学校里挂个闲职，整天游手好闲的草包。我猛地转头看向身旁的柳建国，他脸上的笑容依旧那般亲热和煦，甚至还抬起手，极其自然地拍了拍我的肩膀，用只有我们2人能听到的声音，语重心长地说道：“小叶啊，别介意，韩征刚进校任职，资历浅，需要一些漂亮的政绩来站稳脚跟。你现在名气够大了，不差这一点锦上添花，就当是帮衬一下，提携后辈嘛。”他顿了顿，眼神里闪过精明的光。以后学校这边有什么信息化项目，我第一个就优先考虑你的公司。你看，这不比一个虚名实惠多了？闻言，我感到一阵恶心。我对我恩师的敬重，对母校的感恩，被他当成了用来给他废物女婿镀金的资源。我看着台下张教授困惑又担忧的眼神，看着那些不明所以、依旧在鼓掌欢呼的学弟学妹，一股冰冷的怒火从我胸腔深处轰然引爆。我从肆意僵住的手中一把夺过话筒，这仪式停一下。声音不大，但清晰、冰冷，带着决绝。全场雷动的掌声戛然而止，所有人都愣住了，上千道目光齐刷刷地聚焦在我身上。此时，柳建国的脸上只剩下阴鸷和警告。我无视他的威胁，当着所有媒体和师生的面，从容地拿出手机，找到一个号码，拨了过去。安静的广场上，电话的接通音被无限放大。柳建国的脸色已经从阴沉转为铁青，他压低声音，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叶晨，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而此时，电话通了。喂，你好，是哪位啊？一个略带沧桑的女声从听筒里传来。我对着话筒一字一句清晰地说道：“您好，是金龙特殊学校的刘校长吗？我是叶晨。”电话那头的刘校长愣了一下，随即声音变得有些激动：“叶先生，是你呀！你好，你好。”此时我嘴角勾起一抹弧度。刘校长，我现在正式通知您，我叶晨个人决定向贵校捐赠人民币200万元，用于贵校康复设施的全面升级和建设。话音刚落，轰的一声，人群炸开了锅。记者们的反应最快，瞬间将镜头全部对准了我，闪光灯疯狂闪烁。叶晨，你给我站住！身后传来柳建国气急败坏的低吼，我压根没理他，转身朝台下走去。此时，一只温暖干燥的手拉住了我，是张教授，他的眼神里满是担忧，但更多的是赞许。叶晨，你做得对。紧接着叹了口气，但要小心柳建国这个人，他睚眦必报。闻言，我点了点头。老师，您放心，我有分寸。回到公司，我的手机几乎被打爆，来自校方、媒体，还有各种说客的电话响个不停。我直接开了飞行模式，把手机扔给助理，通知法务和财务，立刻拟定对金龙特殊学校的捐赠合同。今天下班前必须把200万打到对方账户上，所有转账凭证、合同全部做好电子备份。助理看着我冰冷的脸色，不敢多问一句，立刻去办。我站在落地窗前，腾城的黄昏，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可我的心却像是被浸在了一潭深不见底的冷水里。当晚，舆论彻底引爆：井号青年企业家叶晨耍大牌，井号；井号腾大捐赠闹剧，井号；井号千万捐赠当场反悔，为哪般井号？一个个刺眼的词条被强大的资本之手硬生生推上了热搜前排。几十个营销号像是收到了统一指令，在同一时间发布了内容大同小异的通稿。通稿里，我成了一个为富不仁、炒作无度的无良商人。他们说我利用母校的100年声誉，精心策划了这场捐赠秀，就是为了博取眼球，提升我公司的知名度。而那个鸠占鹊巢的韩征，则被塑造成了一个无辜的受害者。很快，一篇题为《我的丈夫，他只是想为学生们做点实事，他有什么错》的小作文开始在朋友圈和各大平台疯传。作者是柳建国的女儿韩征的妻子柳如烟。在她的笔下，她的丈夫韩征是一个出身普通但兢兢业业、不求名利、一心只想为教育事业奉献的青年才俊。他默默地为实验楼项目奔走，拉来了赞助，而我这个资本家却因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名分问题，当众羞辱他，导致他直接抑郁。文章写的声泪俱下，
配上了几张韩征在办公室深夜加班的摆拍照片和他妻子柳如烟以泪洗面的自拍。一时间，舆论彻底一边倒，评论区里是对我铺天盖地的谩骂。资本家的嘴脸就是丑恶，圈2个臭钱就了不起了，就可以不尊重人了。炒作狗，拿母校当什么了？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心疼韩老师，这种默默做事的人就活该被有钱人欺负吗？叶晨赶紧滚出藤城。紧接着，柳建国接受了一家主流媒体的视频采访，镜头前他一脸的痛心疾首，眉头紧锁。我们对叶晨校友的行为表示非常遗憾和痛心。母校培养了他，他本应怀着一颗感恩的心，但今天的所作所为让我们这些老教育工作者感到很寒心。年轻人取得了一点成就，容易浮躁，还是需要多一些沉淀，多一些对规则和长辈的尊重。他三言两语就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把一场明目张胆的侵吞歪曲成了一场年轻人不懂事的闹剧，而他则是那个宽容大度却被深深伤害了的长辈。我看着手机屏幕上柳建国那张道貌岸然的脸，看着评论区里那些被煽动、被愚弄的言论，不怒反笑。他们以为颠倒黑白，用舆论就能把我压垮，可他们不知道的是，当他们决定用这种肮脏的手段来对付我的时候，这场战争的性质就已经变了。我拿起另一部工作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喂，是司机者吗？我是叶晨，我这里有一个更好的故事，你想听吗？第二天，我谢绝了所有媒体的采访请求，直接驱车前往位于市郊的金融特殊学校。司机者是一家以深度报道闻名的财经杂志的王牌记者，以犀利和有正义感著称。我们约好，他今天可以跟拍我一整天。金融特殊学校和腾大仿佛是2个世界，没有宏伟的大门，没有崭新的教学楼，只有一排排斑驳破旧的平房，操场甚至都不是塑胶的。学校里的康复训练器材大多锈迹斑斑，有的甚至是用木头和废旧轮胎自己改造的。可就在这样简陋的环境里，我看到了一双双清澈的眼睛。而昨天电话里那位声音苍老的刘校长早早等在门口，看到我后激动地握住我的手，眼眶通红，声音哽咽：叶先生，我代表全校200多个孩子和他们的家庭，谢谢你，你这笔钱不是捐赠，是救了我们学校的命啊！学校因为资金问题，已经拖欠了老师们2个月的工资，很多康复设备早就过了使用年限，随时可能出问题。通过了解得知，他们申请的经费却迟迟批不下来，再这样下去，学校随时可能倒闭。听完后，我心里一阵阵发酸，我的目光落在一个正在努力用辅助器走路的小男孩身上。他大概7、8岁的样子，每走一步，额头上都沁出细密的汗珠，但他咬着牙，没有放弃。看着他，我的眼眶猛地一热，我想起了我的弟弟叶凡，他天生就患有罕见的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医生断言他活不过10岁。我拼了命的读书，拼了命的赚钱，就是为了给他寻找全世界最好的医疗资源。可是我赚钱的速度，终究没能跑过他生命流逝的速度。叶凡在我大3那年永远的离开了我，他走的时候手里还紧紧攥着腾大的宣传册。从那天起，我的人生就多了一个目标，我要为千千万万个像弟弟一样被命运亏待了的孩子，能有更好的条件，能有更多的机会去看看这个世界。司机者的镜头一直安静的记录着，在一个稍微安静的角落，他对我进行了一次简短的采访。在镜头前，我第一次向公众讲述了我深埋心底的故事。我有一个弟弟，他叫叶凡，他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去一所好学校。这200万对我来说，不是一笔可以拿来炫耀的钱，更不是什么炒作的工具。我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完成对他的承诺。说到这里，我停顿了一下，从包里拿出了我的手机，按下了播放键。一段清晰的录音从手机里传了出来，那是我在剪彩仪式前和柳建国在休息室的对话。我当时就觉得他那过分热情的态度有些不对劲，下意识地打开了手机的录音功能。录音里，柳建国那亲切的声音清晰可闻：小叶，韩征刚进校任职，资历浅，需要一些漂亮的政绩。你名气够大了，就当是提携后辈，以后学校的项目优先考虑你的公司，这不比一个虚名实惠多了。录音播放完毕，空气安静的可怕，司机者的脸上写满了震惊。作为一名资深媒体人，他太清楚这段录音意味着什么。我看着他，平静的开口问道：现在您觉得我的故事够好吗？让我没想到的是，司机者的效率快得惊人。当天晚上，一篇名为《200万的归处》被窃取的神圣名誉的深度报道，在各大平台同时发布。文章以金融特殊学校的破败现状和孩子们纯真的笑脸开篇，详细讲述了我的成长经历，以及我和我弟弟叶凡的故事。最后，文章附上了那段完整的、未经剪辑的录音。录音一出，全网哗然。之前那些骂我骂得最凶的网友，一瞬间都沉默。柳建国那副伪善嘴脸被赤裸裸的揭开，舆论的潮水以比之前猛烈100倍的势头反噬了回来。井号大家欠叶晨一个道歉，井号请严查腾大校董柳建国，井号最无耻的鸠占鹊巢，井号这些热搜词条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冲上了榜首。柳如烟那篇卖惨的小作文更是成了全网最大的笑话。他社交平台下面挤满了前来观光打卡的网友。哟，这不是一心为学生做实事，结果连捐款人名字都要抢的韩征老师的老婆吗？你老公深夜加班就是为了 P 图享文案，怎么把别人的功劳据为己有吗？别哭了，你哭你老公抑郁，我们还心疼叶晨小哥哥和他早逝的弟弟呢。他之前发布的那些炫耀名牌包、跑车、豪宅的帖子全被翻了出来，与他卖惨小作文里的朴素人设形成了极其讽刺的对比。愤怒的火焰很快烧到了腾大学校的官方网站和校内论坛，彻底被愤怒的学生们占领了。感到羞耻，我们的学费和国家经费就是养了柳建国这种蛀虫吗？柳建国滚出腾大，
韩征滚出腾大，支持叶晨学长，学校必须给学长一个说法。面对山呼海啸般的舆论压力，柳建国终于坐不住了。面对山呼海啸般的舆论压力，柳建国紧急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我宣布暂时停止韩征在学校的一切职务，接受调查，并且他再次摆出了那副痛心疾首的受害者嘴脸。对于我女婿韩征的不成熟行为，我深感震惊和痛心。我之前对他的一些想法完全不知情，我也是被他蒙蔽了。作为长辈和领导，我负有监管不力的责任。我向叶晨校友、向全校师生表示最诚挚的歉意。我看着电视里他90度鞠躬的虚伪模样，冷笑一声。他以为把所有责任都推给那个草包女婿，自己就能金蝉脱壳。开胃菜结束了，现在该上正餐了。手机震动了一下，是张教授发来的消息。做得好，大快人心。但他这个人心胸狭隘，手段狠辣，绝不会善罢甘休的，你务必小心。见状，我回复道：老师，您放心，他不出手则已，他一出手就是他身败名裂的开始。让我猝不及防的是，柳建国的报复比我想象的来得更快，也更狠。他没有再从舆论场上纠缠，而是动用了他几十年在腾城经营下来的人脉关系网，从商业上对我展开了一场降维打击。周一早上，我刚到公司，我的合伙人兼 CTO 就脸色凝重地冲进了我的办公室。阿晨，出事了！市政府那个智慧城市 AI 交通枢纽的项目，我们本来已经进入最后一轮了，今天早上突然接到通知，我们的竞标资格被取消了，理由是综合资质不符。闻言，我直接懵了。这个被取消的项目，我们团队跟了整整半年，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是我公司下个阶段发展的重中之重。综合资质不符？我皱起眉，不解地问道：我们的技术方案和报价都是最优的，怎么会不符？不知道，负责人电话打不通，人也避而不见。我托人打听，说是上面打了招呼。闻言，我的心沉了下去。还没等我消化完这个消息，采购部的总监又敲门进来，脸色难看。叶总，我们长期合作的6家核心芯片供应商，今天早上在同一时间全部给我们发了解约函，他们宁可支付3倍的违约金，也要立刻停止供货。这是要断了我们的生产线啊！如果说项目被搅黄是断了我的未来，那供应商集体毁约就是要扼住我现在的咽喉。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财务总监的内线电话打了进来，声音里带着颤抖。叶总，兴业银行那笔3000万的续贷，最后关头被驳回了。信贷部的经理说，我们的风险评估突然不过关了。他口中的这笔续贷是公司接下来3个月的救命钱。一个上午的时间，3个噩耗接踵而至，项目被停，供应链被断，资金链告急，公司内部人心惶惶。整个下午，我都在会议室里连轴转，安抚高管，稳定军心，商讨对策。傍晚，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办公室，这时手机的屏幕亮起，是一个陌生的号码。接通后，听筒里传来了柳建国那得意又傲慢的声音。接通电话后，听筒里传来了柳建国那得意又傲慢的声音。叶晨，现在知道什么是现实了吧？随即他笑了起来，那笑声里满是掌控一切的优越感。在腾城，你一个没背景没根基的小子跟我斗，你还嫩了点。我几十年的人脉，随便动动手指头就能让你辛辛苦苦搭起来的台子瞬间瓦解。他不紧不慢，像是在欣赏猎物垂死的挣扎。怎么样？现在是不是后悔了？跪下来，到学校门口给我女婿公开道歉，然后把你公司30%的股份无偿转让给我女儿，我或许可以高抬贵手，给你一条活路。听着他这番话，我心中的疲惫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滔天的怒火。刘总，你的手段就只有这点吗？柳建国愣了一下，似乎没想到我会是这种反应。你什么意思？随即我冷笑一声，我还以为活了50多年的人能有什么高明的招数，原来也不过是仗势欺人，玩弄一些上不了台面的阴谋诡计而已。你以为这样就能扼住我的咽喉？你错了，你只是成功的激怒了我。说完，我直接挂断了电话。我走到落地窗前，看着窗外已经完全沉入夜色的城市。柳建国，你以为你能掌控这座城市？你不知道的是，你比我先的不是我的桌子，而是你的牌局。挂断柳建国的电话后，我立刻打给了专门处理商业犯罪的律师朋友阿翔，帮我查个人，柳建国，腾大校董，我要他所有的黑料，尤其是经济方面的。电话那头的阿翔沉默片刻，声音凝重地说道：阿晨，你确定要这么做？动这种人风险很大。此刻我的眼神比窗外的夜色更冷。他已经把刀架在我脖子上了，我别无选择。我要的不是让他伤筋动骨，而是万劫不复。此时的公司陷入了创立以来最大的危机，我动用了自己所有的个人积蓄，甚至抵押了名下的房产，才勉强给员工发了工资。但这只是饮鸩止渴，如果供应链和新项目的问题不能解决，公司倒闭只是时间问题。就在我焦头烂额之际，我接到了张教授的电话，他约我在学校附近一家不起眼的旧茶馆见面。茶馆很隐蔽，散发着陈旧的茶香和木头味道。张教授坐在一个靠窗的角落里，比几天前在剪彩仪式上憔悴了很多。他招呼我坐下，语重心长地说道：阿晨啊，自从你出事后，柳建国在学校里开始清苦一起，所有跟你关系好或者为你说过话的老师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压和排挤。张教授端起茶杯，手却在微微颤抖。我教了一辈子书，守了一辈子风骨，我不能眼看着学校被柳建国这种人渣搞得乌烟瘴气，更不能看着他毁掉我最优秀的学生。他从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拿出一个厚厚的牛皮纸袋，推到我面前。阿晨，这是我能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了。我打开了纸袋，
看到里面的东西，心里不禁一紧。纸袋里装的是10几份合同的复印件，还有一些手写的账目记录。这是前几年学校建新图书馆的合同。张教授指着其中2份合同说：“一份是上报给教育主管部门看的阳合同，一切都规规矩矩；另一份是实际执行的阴合同。”闻言，我仔细对比了一下，瞳孔猛地一缩。在阴合同里，中标的建筑公司是一家我从未听说过的上阳建筑公司。我用手机查询后发现，这家公司的法人代表姓柳，是柳建国老家一个出了5福的远房亲戚。更重要的是，这家公司根本不具备承接高校大型基建项目的资质。2份合同的预算更是相差了近3000万，而图书馆项目的总预算是1个亿，这意味着虚报了有将近30%的工程款。张教授的声音压得更低了。我怀疑这次的实验楼项目，他也想故技重施。他那么急着把你捐赠人的名头抢过去，安在他女婿头上，可能不仅仅是为了一个虚名。你的那200万，一旦以他女婿的名义进入学校的账户，他就有无数种办法把这笔钱倒腾进自己的口袋里。闻言，我瞬间明白了，原来从一开始，我就是在跟一条贪婪成性的硕鼠搏命。我紧紧握着那个牛皮纸袋，一股寒意直冲天灵盖。我看着张教授憔悴的面容和布满血丝的眼睛，心中突然一惊。老师，这些东西您是怎么拿到的？我看着张教授憔悴的面容，心中突然一惊。您为了拿这些，该不会是……见状，张教授摆了摆手，打断了我的话。你别管我是怎么拿到的，我只知道总要有人出来说一句公道话。柳建国在学校里只手遮天，这些东西如果从我手里交上去，不出1天就会石沉大海。接下来的事只能交给你了。我看着恩师眼中沉甸甸的信任和期许，用力地点了点头。老师您放心，我绝不会辜负你，也绝不会让恶人逍遥法外。拿到了张教授给的王牌，我立刻找到了阿翔。我们连夜分析了那份阴阳合同和所有的账目。阿翔指着合同上一个签名说道：“这个项目的直接负责人叫柳建军，但是3年前图书馆项目刚刚竣工，他就因为收受施工方贿赂，造成工程质量问题，被学校开除了。我查了一下，这个人就是柳建国找的替罪羊。如果能找到他，让他开口，那柳建国的罪证就完整了。”随即我立刻让阿翔动用他的人脉去寻找这位背锅的项目经理。2天后，阿翔给了我一个地址，那是一个位于城市边缘的老旧的筒子楼。我和阿翔在一个下着小雨的傍晚找到了柳建军的家。开门的是一个50岁左右的男人，头发花白，眼神浑浊，身上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 T 恤，浑身散发着一股廉价的酒气。他就是柳建军。看到我们，他眼中立刻充满了戒备和慌乱。你们是谁？找我干什么？看到我们，柳建国眼中立刻充满了戒备和慌乱。阿翔直接开门见山：“柳经理，我是叶晨的律师，我们知道3年前你是被柳建国冤枉的。”闻言，柳建军的身体猛地一僵。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你们快走，不然我报警了。说着，他就要关门。见状，我伸手挡住门，将张教授给我的那份合同复印件递到他面前。柳建国让你背了黑锅，毁了你的事业，让你过着这种潦倒的生活，你难道就甘心吗？我们可以帮你翻案，洗刷你的污名，并且我可以给你一份年薪100万的新工作，让你重新开始。柳建军看着那份熟悉的合同，呼吸变得急促起来。他死死地盯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怀疑和挣扎。你们是不是柳建国派来试探我的？我摇了摇头，把我在捐赠仪式上的遭遇，以及柳建国如何动用关系网对我进行商业狙击的事情都告诉了他。现在我和你一样，都是柳建国的受害者，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我们有共同的目标。或许是受害者这个词触动了他，或许是我眼中的真诚打动了他。柳建军紧绷的身体缓缓松弛了下来，他把我们让进狭小昏暗的屋子，屋子里一股发霉的味道。他咬着牙，通红的眼睛里涌出屈辱和不甘的泪水，紧接着从床底拖出一个积满了灰尘的旧皮箱，打开箱子，满满1箱子的账本、转账记录、工程验收单，甚至还有几段偷偷录下的他和柳建国的通话录音。柳建国那个王八蛋，他每次都让我去跟施工方对接，所有不合规矩的钱都从我手上过一遍，再转到他指定的账户里。我当时就留了个心眼，我知道他这种人出了事肯定会把我推出去当替罪羊，我留着这些东西就是为了等今天，等一个能把他彻底扳倒的机会。我看着箱子里那一条条清晰的转账记录，每一笔都指向了柳建国的妻子和他女儿柳如烟名下的几家空壳公司，金额之大，触目惊心。这些年，柳建国利用职务之便贪污的公款累计超过了5000万。恒大每年多少贫困生因为几千块的学费而发愁，金融特殊学校因为几10万的经费缺口就濒临倒闭。想到这些，我暗下决心，对着阿翔说：“准备一下，我们要送刘总一份他绝对意想不到的大礼。”柳建国显然以为他的狙击已经让我穷途末路，甚至派出了他那个愚蠢的草包女婿韩征来给我下达最后通牒。那天下午，就在我刚从银行出来，又一次贷款申请被拒，一辆骚红色的保时捷跑车，一个嚣张的甩尾停在了我面前，车窗摇下，露出了韩征那张令人作呕的脸。哟，这不是叶总吗？怎么还在为钱发愁呢？他摘下墨镜，靠在车门上，姿态极其傲慢。叶晨，我劝你识时务者为俊杰。我爸说了，现在是你最后的机会，把你那个破公司打个1折，低价卖给我们，我们还能大发慈悲，给你留点体面，让你不至于流落街头。看着他这副嘴脸，我心中冷笑，脸上却故意装出一副绝望的样子。你们已经赢了，
不是吗？为什么还要赶尽杀绝？而我的示弱让韩真更加得意忘形。哟，呵呵，这才哪到哪啊？你以为我爸只是想让你公司破产那么简单？太天真了。他凑近我，压低声音，像是在炫耀一个天大的秘密。我爸已经联系了腾城最大的资本方宏远资本，下个星期他们就会对你的公司发起恶意收购，到时候你手里的股份会变得一文不值。韩真见我一副颓废的样子，脸上更加得意了。你以为你捐个200万就了不起了，就能跟我斗了？我告诉你，在腾城，我爸动手指头就能让你这种没根没底的泥腿子在腾城彻底消失。说着，甚至还轻蔑地笑了起来。真搞不懂你怎么想的，有那200万，不如拿来孝敬孝敬我爸，他心情好了，说不定还能给你这种人指条活路。捐给那帮残废有什么用？他们活着都是在浪费社会资源。残废，浪费社会资源。想起了我弟弟叶凡，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因为肌肉萎缩，他连自己拿起水杯都做不到。我想起了金龙学校里那个努力学走路的小男孩，一股难以遏制的怒火瞬间席卷了我的全身，但我脸上依旧保持着平静，对他挤出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同时默默地按下了录音笔的保存键。我看着韩征那张小人得志的嘴脸，仿佛在看一个已经判了死刑的囚犯。好，我考虑一下。随即，我转身进了电梯，在电梯门合上的那一刻，我嘴角勾起了一抹冰冷到极致的笑。韩征，谢谢你的神助攻。有了韩征这个内鬼送来的情报，我接下来的计划变得清晰无比。我立刻行动起来，布下了一张针对柳建国的天罗地网。第一步，我将柳建军提供的阴阳合同的部分证据，以匿名举报信的方式，分别寄给了市纪检委和省教育主管部门。第二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我约见了一个人，宏远资本的死对头，69资本的 CEO 胡晓波。69资本是一家新锐资本，一直想打入腾城的市场，但因为柳建国这张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始终被排挤在外。我没有废话，直接向他展示了我们公司下一代 AI 算法模型的底层架构，领先目前市场所有同类产品至少1个代际。胡晓波的眼睛直接亮了。叶总，您这是？胡总，我愿意出让公司20%的股份，并且签署对赌协议，保证3年内公司估值翻5倍。但我有一个条件，配合我演一场戏，把宏远资本连同他背后的柳建国一起铲除。随即我将柳建国恶意收购的计划和盘托出。胡晓波听完沉默了良久，随即拍板：有意思，太有意思了！在腾城跟柳建国那只老狐狸斗了这么久，你是第一个敢主动向他亮剑的人。叶总，这个局我入了。我们的计划堪称疯狂，我们故意对外放出消息，宣称我的公司因为供应链断裂、资金链彻底断裂，已经濒临破产清算。同时，69资本暗中配合，做出要趁火打劫、低价收购我公司的姿态。柳建国和宏远资本果然上钩了。为了凑足这笔巨额的收购款，被贪欲冲昏了头脑的柳建国，甚至不惜铤而走险，挪用了一笔高达8000万的专项资金。一张巨大的网已经悄然张开，而柳建国正一步步走入网的中心。我只需要等待一个收网的最佳时机，而这个时机很快就到来了。下个周末，恒大将举行100年校庆典礼，而我就要在他最顶点的那一刻，亲手把他推下万丈深渊。我给张教授发去了一条信息：老师，校庆那天，请您务必到场，请您来见证历史。恒大100年校庆典礼盛况空前，能容纳5000人的大礼堂座无虚席，省市领导、学术界的泰斗、商界的巨擘以及来自5湖4海的杰出校友齐聚一堂。无数的媒体记者架起了长枪短炮，对准了主席台。柳建国穿着一身笔挺的中山装，红光满面，意气风发。作为本次校庆的主持人，他站在舞台的最中央，正对着话筒发表着热情洋溢的演讲。100年来，我们腾大始终秉持着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校训，我们培养了无数国之栋梁。我们尤其要注重的是教育的廉洁与风骨，要为学生们树立一个清正廉洁的好榜样。他讲的慷慨激昂，声情并茂，台下不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就在他演讲进行到最高潮，准备宣布庆典正式开始的时候，礼堂厚重的双拍大门被人从外面吱呀一声猛地推开。我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黑色西装，从所有人的注目礼中穿过长长的过道，走向主席台。我的出现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瞬间激起千层浪。台上的柳建国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瞳孔里闪过惊慌和努力。台上的柳建国看到我后，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叶晨，你来这里做什么？保安，把这个来捣乱的人给我赶出去！我没有理他，径直走到舞台边，从一个工作人员手中拿过一个备用话筒。刘总，别激动，您刚才的演讲讲得真好，可惜太假了。见状，柳建国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我没给他任何反应的时间，直接对台下的阿翔打了个手势。礼堂中央那块巨大的 LED 显示屏，画面瞬间切换，一段音频伴随着波形图开始播放。我爸在腾城那真是手眼通天，他动手指头就能让你这种没根没底的泥腿子在腾城彻底消失。捐给那帮残废有什么用？他们活着都是在浪费社会资源。韩征那嚣张、愚蠢、恶毒的声音在庄严肃穆的礼堂里回荡着，显得无比刺耳。全场先是死一般的寂静，随即怒火直接被点燃。坐在第一排的省市领导们脸色一个比一个难看。台下的某个角落里，作为家属代表出席的韩征听到自己的声音，当场双腿一软，瘫倒在地。我举着话筒，冰冷的目光直视着台上摇摇欲坠的柳建国。刘总，这就是你提携的后辈，这就是你所谓的教育风骨。当然了，这还不是全部。我接着说道，刘总不仅想要我身败名裂，还联合宏远资本对我公司发起恶意收购，试图将我多年的心血一口吞下。就在这时，一个穿着考究的中年男人从人群中站了起来，走上舞台。69资本的 CEO 胡晓波从人群中站了起来，走上舞台。他对着已经面如死灰的柳建国露出了一个残忍的微笑。抱歉了，刘总，
宏远资本用挪用的8000万公款高价从我们手中收购的我公司的股份，现在只是一堆废纸。因为就在昨天，叶晨先生的公司已经和我们陆九资本达成了深度战略合作，他的公司现在是我们的核心战略伙伴，他的敌人就是我们陆九的敌人。闻言，柳建国踉跄着向后退了一大步，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就在此时，礼堂的后门再次被推开，几名身穿制服、神情严肃的纪检委工作人员在所有人的注视下，径直走上了主席台。为首的那人面容冷峻，向柳建国出示了一份文件。柳建国，你涉嫌多起严重经济违纪和职务犯罪，跟我们走一趟吧。柳建国双腿一软，彻底瘫倒在了他刚刚还意气风发的舞台上。聚光灯下，他那张曾经不可一世的脸，只剩下绝望和死灰。我看着这一幕，心中没有半分波澜。我只是拿回了本该属于我的公平和正义。柳建国被带走调查，我向纪检部门提交了柳建军保存的那一整箱完整的、不可辩驳的证据，铁证如山。柳建国的心理防线在看到那些账本和录音时彻底崩溃。他交代了自己多年来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公款、以权谋私、收受贿赂、构陷他人的所有罪行，涉案金额高达1.2亿。最终，法院以巨额贪污罪、滥用职权罪、挪用公款罪等多项罪名，判处柳建国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全部个人财产。他的草包女婿韩征作为同谋和违法犯罪的参与者，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而柳如烟在父亲倒台、丈夫入狱后，瞬间从云端跌入泥潭，背上了巨额的债务。几个月后，我在一家平价超市的收银台偶然遇到了柳如烟，她穿着廉价的工作服，面容憔悴，曾经的名牌包和精致妆容早已不见踪影。她看到我，眼神里闪过怨毒，但更多的是恐惧，低下头仓皇地躲进了旁边的货架。我看着她的背影，心中毫无波澜，这一切都是他们咎由自取。作恶的时候就该想到会有被清算的一天。而我的公司在与69资本达成战略合作后，获得了巨额的资金和资源注入，估值翻了数倍，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期。我兑现了我的承诺，被开除的项目经理柳建军在我新成立的子公司里担任了常务副总。在他的新办公室里见到他时，他穿着笔挺的西装，眼神重新恢复了光彩和锐气。他向我深深地鞠了一躬。叶总，谢谢你，是你让我重新活了一次。我赶忙扶起他。刘总，是你自己救了你自己。滕大也进行了彻底的大换血，一批像柳建国一样的蛀虫被清除出管理层。已经退休的张教授被学校3顾茅庐返聘为名誉副校长，专门负责监督学校的财务和基建项目。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